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肖战杨紫的余生，如果是换人来演，这部剧一定不会爆火。受瞩目的电视剧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终于揭开了他的面纱。这部剧的播出之路堪称一部坎坷的 N34 等待是 N34。早在3年前，《余生》就已经杀青完成，然而却因为各种原因多次定档又多次推迟。尽管这是一段漫长的等待，但它不仅没有让观众们的热情减退，反而使期待值不断攀升。当肖战和杨紫两位顶流明星的名字出现在片单上时，观众们的心仿佛漏跳了半拍，他们的加入无疑给这部剧注入了强心剂。加上原著粉丝的热切期待，《余生》已经成为了一部未播先热的 N34 现象级 N34 作品。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在观众的翘首期待下终于开播，首播当晚的成绩令人惊叹，仅仅2集，播放量就突破了5亿次。这个惊人的数字无疑证明了肖战和杨紫在流量界的 N34 扛把子 N34 地位，也彰显了《余生》的强大吸引力。然而，高流量并不意味着即具有高口碑。随着剧集的深入，许多观众开始在网络上发声：“余生好难看。”作为一个公正的观众，本着求实的态度，笔者认真观看了前5集。确实，它并不难看，但也说不上好看。这样的反差令人不停认真去思考。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使得《余生》这部作品处于高开低走的状态？是顶流明星的光环过于耀眼，还是剧本质量未能满足观众的期待？又或者，这只是网络时代快餐文化的必然结果？带着这些疑问，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这部引发热议的作品。尽管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的播出获得了极高的关注度，但争议也随之而来。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点就是剧本对原著的大幅改编，这种改动如同蝴蝶效应一样，在原著粉丝中引发了轩然大波。原著中，林之孝是一名聪明的考研学生，他的大提琴只是一个爱好。但是在电视剧里，他成了音乐学院的大3学生，主要研究大提琴。这个改变不只是改变了他的工作背景，而且还改变了他的个性，使他从一个冷酷的学霸变成了一个有点傻白甜的艺术生。这种巨大的反差让很多原本喜欢他的粉丝感到困惑和失望。不仅仅是林之孝，其他角色也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 N34 变脸。N34 清新的林老师在剧中变成了一个不解年轻人理想、胡搅蛮缠的老顽童，而林妈妈这个出身书香门第的家庭主妇，也在剧中被塑造成了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。这些改动让原本丰满的人物变得套路化，失去了原著中的独特魅力。这种巨大的改编触动了原著粉丝的神经，他们期待已久的角色突然的变更，心中的落差可想而知。失望的情绪在网上迅速蔓延，成为了负面评价的主要来源之一。然而，问题的根源其实并不在改编本身，而是这些改编并没有为剧情带来实质性的提升，反而使原本鲜活丰富的角色变得单薄，失去了原著中的深度和魅力。这不仅没有吸引新观众，反而可能疏远了原有的粉丝群体。我的承认，改编是把双刃剑，它可以为作品注入新的活力，但如果处理不当，可能会导致 N34 蝴蝶效应。N34 使整个作品偏离原有轨道。余生的改编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平衡点，这就为后续的争议埋下伏笔。这种情况引发了我们对改编过程的反思，如何在保留原作精髓的同时，适应电视剧的表现形式。余生，请多指教未能把握住的关键或许就在于此。除了改编引发的争议，余生，请多指教的剧情设置也让不少观众觉得太过于套路。
编剧仿佛是在偶像剧的老套路锦囊里面找灵感，将各种经典的桥段一股脑搬了出来，但是并没有赋予它们新的生命力。首先，节奏是个问题。原著以细水长流、温情脉脉著称，但电视剧似乎将这种风格发挥到了极致。整整1/3的剧情都在医院里展开，情节平淡如水，令人不停怀疑是否误入了医疗纪录片的片场。这种慢节奏的叙事方式虽然符合原著风格，却难以抓住观众的注意力，令人看着看着就觉得有些无聊。其次是各类老套剧情的堆积，例如男主顾魏因心理创伤无法再进行手术，这原本是一个深度塑造角色的机会，却被浅尝辄止的处理方式所破坏。此外，男主密切合作多年的女医生突然对其发动猛烈追求，这种狗血剧情的突然出现，令人不停哑然失笑。这些元素的叠加，不仅没有提升剧情的吸引力，反而使整个故事显得俗套且缺乏新意。男女主角的种种 N34 偶遇 N34 令人啼笑皆非。顾医生原本是不去酒吧的，可是偏偏在林之孝躲父亲的晚上去了酒吧，而林之孝也正好坐在他旁边。林之孝跟踪母亲去医院的时候，又碰巧遇到了顾魏。为了让爸爸住院，林之孝欺骗父亲来医院，结果顾魏不仅碰巧遇到，还成了爸爸的主治医生。这一连串的巧合，令人不停怀疑编剧是不是偷偷雇佣了月老当顾问。为了推动男女主角感情的发展，剧中加入了许多神助攻的情节，例如主角顾魏成为林老师的医生，顾魏的弟弟也与林之孝的闺蜜有了交集，甚至连同一病房的小孩球球也在暗中帮助他们。预计后期可能还会有林妈妈这个工具人的加入。这些情节虽然是为了制造浪漫，但由于过于刻意，导致整体剧情显得有些生硬。必须指出的是，副 CP 的戏份更是成为全剧最大的鸡肋。他们的剧情单调重复，不是在酒吧喝酒，就是在咖啡厅喝咖啡，男追女逃的老套路被演绎得毫无新意。这对副 CP 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凑时长，反而拉低了整部剧的质量。这些老套的剧情安排不仅没有为故事增色，反而使整部剧显得缺乏新意。观众们期待的是能够引起共鸣的真挚情感，而不是充满工业糖精的甜腻剧情。余生请多指教的创作团队似乎陷入了一个误区，以为堆砌足够多的套路就能打造出一部成功的偶像剧。然而，在这个观众审美不断提高的时代，这种做法显然有些力不从心。尽管剧本存在诸多问题，演员们的表现仍然值得肯定。肖战和杨紫作为当红知名人士，他们的颜值无与伦比。每当他们在一起，就像是一场视觉盛宴，令人叹为观止。这就是偶像剧应该有的样子。俊男静女的组合，无疑为余生请多指教增色不少，成为了该剧的最大看点之一。在演技方面，两位主演林之孝和顾魏都交出了合格的答卷。他们的表演并不算出戏，基本能驾驭角色。特别是杨紫，在处理亲情戏份时表现尤其出色。例如，在机场寻找离家出走的父亲，以及在肯德基与父亲对话的戏份中，杨紫的表演细腻入微，眼中的泪光令人感同身受。当林之孝得知父亲一直记得他小学时的愿望时，那份惊讶、感动和愧疚交织的复杂情感，被杨紫演绎得淋漓尽致。这些情感充沛的场景，往往能触动观众的心弦，令人为之动容。然而，再精湛的演技也难以弥补剧本的不足。剧中的医疗背景被观众吐槽的体无完肤，显然剧组在这方面的准备工作不够充分。这种专业性的缺失，不但影响了剧情的真实性，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演员的发挥空间。不得不说，余生请多指教就像一道外表精美但内里平淡的甜点，演员们的努力固然可贵，
但依然无法掩盖剧本的短板。这再次印证了一个真理：再美的颜值，也抵不过扎实的剧本。这部剧中，演员们的真诚贡献和努力被看得见，但同时也揭示了剧本创作上的疏漏和不足。这种明显的对比令人不停思考，在追求视觉效果和明星效应的当下，是否忽视了剧本创作的重要性？一部成熟优秀的作品，应该是演员和剧本的珠联璧合，而不是仅仅依附于明星效应。余生请多指教的播出过程，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矛盾的集中体现。余生请多指教在播出过程中，我们不难发现一个特有的现象，虽然颇具争议，但播放量和讨论度始终居高不下。这种数据与口碑的两重天现象，正是所谓顶流效应的体现。毫无疑问，余生的热播离不开肖战和杨紫这两位顶流明星的加盟。首播当晚2集就突破5亿次播放量，这个数据无疑证明了他们在流量界的 N34 扛把子 N34 地位。他们的名字就像是一块强力磁铁，吸引了大量粉丝的关注，即使剧情平平，粉丝们依然会为自家偶像贡献播放量和评论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N34 余生难看 N34 上了热搜，评论区却充斥着粉丝的应援。然而，顶流带来的热度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如果剧本质量不佳，观众的热情很快就会消退。余生的播出过程，某种程度上就呈现了这样一个热度消退的过程。这种现象令人思考，在热衷追求流量的同时，是否忽视了作品本身的质量？该剧如果换上其他演员，恐怕无法获得如此高的关注度。但顶流演员的加入无疑让这部剧一播出就占据了有利地位。然而，这也令人产生了一种误解，似乎只要有顶流演员的加入，作品就一定能成功。然而，真正优秀的作品应是演员和剧本的完美结合，而非仅依赖明星效应。期待未来的影视圈能够推出更多如开端这类题材新颖、演技出色、剧情用心的佳作，唯有如此，方能真正赢得观众喜爱，创下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精品。余生请多指教的播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的机会，它提醒我们在追求流量的同时，内容才是王道，只有用心创作，才能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留下自己的一席之地。